哟，真的太夸张了啊！Boston Dynamics 又出新的机器人了，哇！他们真的是很狂耶！我从高中就看过他们的影片，大概十几年前，他们到现在还在最尖端。他们在机器人领域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们，什么特斯拉、什么 OpenAI 的机器人。我跟你说，他们是真正机器人的专家。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他们第一部突然写一个 farewell，然后就说那个 Adler 好像要退休了，那时候我整个震惊到不行。我说哇，这么好的技术居然要退休了吗？还是他怎么了？就是资金有问题还是什么？没有，他直接给你来个重磅打击。我跟你讲，他这个很会做行销。他们早上就是大概昨天的忘记几点哈，就是放了一部这个历史回顾说，哇 Alice 要退休了哦，他陪伴我们这么久，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晚上直接就是我现在录音时间直接变脸说没有，最新的 Alice 出来了。当然就不是前面那一款，可是它真的是太美太强大了。等一下我就会来讲说我对于它到底是多么样赞叹。OK，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片段。你看那个 Atlas，它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它以前那种 Atlas 是胖胖版本，对不对？没有，它现在也跟你一样，直接对台，就是我跟你就是对手，就是拼，就这样子，就是你用人形机器人，那我也用人形机器人，而且你觉得我还在之前那个版本吗？不对，我现在做的又小又精又好，我不只可以做平衡，而且我是超高难度的平衡。在影片当中一开始，它直接就是一个好像我们在做那个叫什么下腰动作，直接撑起来，而且它其实是用一个很奇怪的角度撑哦，它是从反方向，就是对，好像脚折180度折过去，然后站起来这样，哇，很猛。它上下半身的那些 sensor 跟它的一些平衡不知道怎么控的，那个 motion planning 不知道怎么做的，你知道吗？然后重点是他很恶心，他故意把它做的很像我们讲那个 Terminator 就是终结者，他就把它做的很可怕，然后头会180度转过来看着你，这样非常轻松。所以我再说一次，Boston Dynamics 的技术至少10年内不会有人去撼动它的地位。好，除非科技真的快到哇，连这样子的顶尖技术都可以在一夕之间被打败，那我没话说。可是我看他们从以前到现在，你看到他从大概10年前就已经有在研究这一种好，比较接近现代版本，但他更之前有更之前的版本，这种人形机器人，他们不断的用各种测试，譬如说，好叫他拿个箱子，然后故意用那个曲棍球啦，好冰上曲棍球那个去打掉他，然后故意让他摔倒，去推他，感觉很残忍。但是其实不是，他们在做的都是在 training 他。因为一般来讲，通常机器人用的是强化学习这个技术，好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来帮助机器人跟环境进行互动。好，就是说他每做个动作，这个环境就会给他一些回馈 feedback。好，当然这种 feedback 可能是好的，可能是 reward， 好一种奖励，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好就是惩罚 penalty。他们在尝试透过这些外力，让他自己去不断的平衡。对，这就是最基本机器人控制的学习理论哈。所以你知道他们从以前那种会摇摇晃晃的时代哈，负重很重，但是还是必须要不断的平衡，到现在平衡根本对他们来讲不是什么玩意儿什么行走，像有一些其他竞争对手，他们到现在可能还在展示说他的这个mobility 可以很稳定的行走，没有，他直接给你来个人体不可能做到的角度。你看它那个机体，它就是故意设计可以往外折，有没有？这边可以折，头跟身体可以，懂吗？这等于是不同的轴哦。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不就是一根身体？没有，不好意思。假设头是一个机器部位，身体是一个机器部位，腿是一个机器部位，3个部位，它的轴要分别的去运算，并且平衡。好，这真的是太厉害的地方了，太厉害的地方了。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部影片只有短短的30几秒，看得不太过瘾。但是不用担心，以他们的个性，他们会在1个月内释放出更完整的影片。然后这时候呢，你就有兴趣的，你去下面留言看，就会发现哇，
大家都在说哇，人类完蛋了哦。如果这时候他们怎么样变成武装什么之类的，好，其实这个都不用过度担心，因为呢，其实早在我们做这些机器人到这么进步的前端以前，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相关规范。因为在做无人机的时候，其实都有这一些所谓的无人机的法规哦，像现在开无人机需要执照，对不对？好，同样的，未来去操控这一些不论是狗狗型机器人啊或人形机器人，他们都要相对应的有明确的条件跟允许，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预测未来会有专业的操控师，也就是好像现在在操控无人机，有没有一种可以飞很快的无人机，或者说拍摄到不同角度的无人机，之后也会有专门在操控人形机器人的机器师。而机器师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来操控机器人，去做到一些目前人类身体能做，但是可能会因为受限于环境，例如说温度啊、味道啊等等这些，好，它可能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场域。那这时候呢，人形机器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这部分我对 Boston Dynamics 很有信心，就是因为你去看他们的 YouTube 官方网站，他们基本上呢，里面都是放他们在科学、在工业、在化学这些场域的应用，所以想当然尔的就是到时候他们所做的人形机器人也会首先投入这些领域，而我认为这样子的应用其实才是机器人目前能够提供人类最大的价值所在。好，不过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对我来讲太吸引了，所以我这边想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讨论。我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随着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你认为未来会有多少的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工作？取代多少比例的人类工作？好，选项 A， 第一个是30%以下，你觉得人类智慧创造力仍然占优势，所以机器人难以取代。选项 B， 30%到70%，机器人可能取代大量重复和劳力的工作。第三个最悲观的70%以上，机器人的学习能力将超越人类，大量的工作面临被取代。好，就像底特律变人，对不对？如果有什么想要聊的，欢迎在下方留言，也别忘了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我们的频道，让更多人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我们下次见，拜拜。